小丽，你快帮我看看，为什么我每次 PK 都输啊？就是这个地方。哎呀，你先别玩了，我们一起帮梅子整理下信件吧。啊，钱哥是不是要来了？哼，玩什么呢？钱哥，程微子是吧？嗯，对，钱哥好。欢迎加入我们团队。上大几了？大4了。00后啊？00后已经这么大了，老了吧你？小姑娘特别机灵。你带了是吧？对。行，你好好跟着你丽姐，坐，来。行了，小丽啊，别吓唬新人了。老钱，我们这几天在整理来信啊，有很多故事素材都很不错，但薇子啊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哦，是吗？我们一致认为安娜的故事最吸引人。安娜。这封信讲的是1996年的故事。来信者的朋友安娜是一名个性非常自由不羁的一个女生，她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但是她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却爱上了一个小号手。可是2个人的感情呢，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重点是，说，后来安娜还怀上了小号手的孩子，而且她决定把他生下来。那个年代，那个年代，说呀！你看，好奇了吧你？最后她突然失联了，这一失踪就是20多年。她的朋友想通过我们电台找到她，看看她当初为什么突然失联，也想知道她最近过得怎么样。安娜，寻找，不错。好的，咱们第1阶段的10封信呢，现在已经选好了，大家可以暂时休息一下。没事，钱老师，我们不累。我们今天应该可以把剩下的全部读完。不，咱们第1阶段呢，只需要10封信。现在的当务之急呢，是从这10封信当中选出1封，作为我们第1期节目的故事，给领导汇报。这10封信大家都看过了？看过。那现在你们把最想选的故事写在黑板上，到时候我们一起再讨论。好。怎么样？我还没看完呢，你们先讨论，我听着就行了。这么认真？工作呢？谁选的安娜？说说。我和小丽姐当时把安娜选出来的时候，就跟钱老师你说过，这个故事特别吸引人。哎，东子、青青，你们之前不是也挺支持安娜的吗？是，安娜这故事啊，确实是不错。但小城这故事啊，讲的是一对恋人生活在同一座小城，但是各种阴差阳错呀，他就没见着面儿。我觉得挺有戏剧性的。昨天我跟韩青商量一晚上，他作为开头特别的好，而且现在听众啊都喜欢这种过程起起伏伏的，但结局又很大团圆的啊。哎，那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啊，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安娜的。为什么呢？因为这10封信啊，感动的都是人的情感，是吧？这是它的核心。安娜这个故事呢，虽然是90年代的故事，但是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故事它到现在都没有结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钩子。钩子？没错，这是一个可以长久作战的选题。能够勾起观众好奇心的钩子，咱们手里必须得有。只要我们顺着安娜这个故事线往下探索，把过去和现在联动起来，说不定可以勾起观众长期的关注。我明白你的意思，有点像追剧的感觉是吧？而且这个故事20多年都没有结局，观众一定会非常好奇。那我反水了，我挺安娜。嘿，我也。行，那咱们就继续干。看一下，还有安娜的信。顿顿，我这个脚啊，现在有一点，哎呦，开始疼了。右边啊？
是的，这又怎么了？我不要管你不行。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可能找一下家辉，再来帮我扎2针？家辉啊，啊，我最近老没看见他了，他干嘛去了？家辉最近出事儿了。这册花已经交上去了，虽然不知道台里是什么意思，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呢，这最好的来信是安娜的，咱们也不能跟着干等着，还是要主动做点什么。东子，哎，你想办法去联系一下安娜的寄件人，咱们得保持这故事的连续性。潘台，潘台，您怎么来了？你们这花房建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请我过来看看，今天凑巧路过，我这不就不请自来了。我们搬过来不久，您看这办公区还没收拾好。坐，潘楠，来，您坐。我刚冲的咖啡，您尝尝。谢谢。手艺不错。来来来，坐坐坐。哎，你们接着聊你们的事情。啊，我们正在聊新策划案的事情，您可能没来得及看。我们在众多的来信当中呢，筛选了10个故事性最强的，这其中有一个是发生在1996年，一个追爱的故事，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挺有年代感的，这足够成为一个噱头。但是会不会影响一部分年轻主体的市场？潘台，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吸引我的反而是它的年代感。在看到这封来信之前，我总有种父母生下来就是40岁的错觉。小姑娘看着挺面生啊，新来的吧？对，这是我们组新来的小女孩，叫程维子。想法不错。潘台，其实这也不是小程自己的感受。我们在卖咖啡的期间呢，也做了不少调研。我发现我们年轻的客人呢，给他们看了咱们的故事，他们都非常喜欢，而且也很期待后续。这人的情感啊，放之四海皆准。只要咱们的故事有温度、有情感，即便是国籍不同、时代不同，都可以让其他的人产生情感的共鸣。行，回头把这封信的复印件传给我看看，没什么大的问题，你们就做第1期吧。潘台第一次来咱们直播间，带潘台逛逛。好，我也看看。来，这边是咖啡厅，平时会有客人啊，来这边喝个咖啡。难怪呀，我第一次看见家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心里好像有好多好多沉重的东西，但真没想到是这样，这真的太可怜了。童年时期父母的离开会给孩子造成莫大的抛弃感，还有不安全感，对他日后成长道路、人格塑造会有很大的影响。孩子在那个时候可能都会以为是自己犯了错误，所以妈妈会离开的，是吗？像这种早年的创伤啊，会给人带来漫长的痛苦和压抑。但是这个要通过爱到丧失的办法，去逐渐的把它合理的处理掉，不然，就像家辉一样，会转化为病态。最终伤害的会是他自己。顿顿，你作为他的好朋友，你应该帮他找一个靠谱的心理咨询师，是很管用的。妈，你这些心理学的概念是怎么知道的？我呢，我真是有点头晕了，现在。感谢心扉夜话，让我想起了我和我太太年轻时候的恋爱时光。我的太太是一个芭蕾舞者，上学的时候呢，我第一次看她的表演，就深深的被她迷住。从此，我开始展开大力的追求，每逢她练舞，我都在舞蹈室外陪着。直到有一天，她主动的向我走来。我太太是节目的忠实听众，期待在心扉夜话能够听到更好的故事。天哪，这也太浪漫了吧！咱们这一次的选题反响也太好了，
很多受到触动的观众啊，都在咱们节目底下秀出了他们年轻时候跟爱人的照片。这几天啊，我这照片多的我都看不过来啊！我天！哎，你们看这个啊，他说结婚7年，我和丈夫步入了7年之痒。直到昨天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丈夫不自觉地回忆起他当初追求我的日子，我们才发现这段爱情来之不易，应该更好地珍惜彼此的缘分。这怎么都是些老夫老妻呀？也有小年轻的啊！你看这个追了3年的男神，昨天听了节目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表白。你们猜怎么着？怎么着？男神同意了，他们迫不及待给我们节目组发了第1张情侣照，希望做个纪念。谢谢心飞夜话。哎，这种事情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跟男神们表白永远不成功，会成功。歇了吧你啊！哎，这期光预热效果就这么好，我觉得可以做个续篇。在网上发起一个话题互动，把咱们节目的粉丝寄给我们的照片都分享分享。怎么样？这个主意好。现在不是正流行复古吗？是啊，那咱们得赶快收集一下这个安娜的线索呀。这信里头不是还提到了一个海鲜饭店？我已经找人去打听了，不知道在安娜这件事情上，还能不能有新的突破。我曾为你设计所有句号的，你却横行无动于衷让我输。越是靠近你，就越是生疏。你忽冷。好了，别唱了。哎，你这个不行啊。你这个声线不适合唱这种甜歌，好吧？回吧。陈经理，我还会唱其他歌呢，像《月半小夜曲》还有《青天阙歌》这些粤语歌曲我都会唱。你说的这些歌，10个歌手10个都会唱，我为什么非得要找你呢？我可以再学其他的呀，你喜欢听什么我就唱什么，行不行？你要不学？别，这谁家的孩子？这怎么跑这儿来了？对不起，这是我女儿，她叫小可乐。叫陈叔叔好，陈叔叔好。你这么年轻能有这么大孩子？你骗人的吗你？我没骗你，这真是我女儿。你可真行！你出来带个女儿，你怎么演出嘛？她从小就这么跟着我，她都习惯了。我这不是想多赚点钱，好养活她吗？叔叔，给我妈妈一次机会吧。乖，你会唱《哭砂》吗？我会，就是唱的不太好。那你就回去好好练练，练好了，你来唱。没问题，我马上就练。谢谢您啊。哎，对了，您这儿有一个叫小军的小号手吗？小号手啊，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没事儿，啊。可乐，一会儿妈妈要上台演出了，你在这儿坐着等我啊。好不好看？好看。好看，来，妈妈也给你推点。哎呀，好不好看？好看。看看咱俩谁牙白。安娜，到你了啊！哦，快点。哎，妈妈要去工作了，你怎么办？自己在这儿。你就乖乖的在这儿，哪儿也别去啊。妈妈，你快点回来。没问题，我唱完就回来，赚钱给你买可乐，好不好？好。那再拉钩，你别乱跑啊。拉钩，盖章，拍个手，耶！可乐，
可乐，来，妈妈抱。哎呦，哎！结束一天工作的安娜抱着早已熟睡的小可乐走在台阶，尽头就是供她歇脚，姑且能被称作家的地方。有情侣与她擦肩而过，她驻足回望的身影显得有些落寞，但还好，夜深人静，安娜看着小可乐熟睡的模样，这是她一天当中最难能可贵的慰藉时刻。唱歌的时候，我看见远处城市破碎的光影模糊一片，与夜色融为一体。近处有男有女，争吵又和好，和好又分开，各自尽欢喜，各自有悲伤，如同我们一样，相隔遥远的两方。可我始终相信，这次我们一定会再相遇的，对吗，小军？喂，陈凯一，我想到为什么了。什么为什么？我知道安娜为什么找不到小军了。根据你的描述，我认为，如果按照现实逻辑上讲，安娜已经离开了几年，那小军一定换了工作，甚至已经不在这个城市了。可是按照心理层次上面分析，你不觉得他们俩的模式更像是一种追逃模式吗？安娜很向往自由，小军跟她一样，他们两个是同样的人，所以这是他们相爱的基础。可是，在这段感情当中，安娜的爱太过于炙热，让小军有一种想要躲避、回避的感觉。那会不会是第一种可能？小军是因为一些原因才离开这座城市的？不可能。如果小军真的想让安娜找到他，一定会留下线索的，不可能人间蒸发。反正这些只是我的分析，如果故事有后续的话，也许结论会不一样。钱凯一，你有在听吗？何顿，虽然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但万一，我说万一啊，结局真的是那样的话，我不会这么做的。什么意思啊？我不会离开你的。好。我们这次是与市第3医院进行合作，我从30位报名者当中挑选了5位来作为我们团体咨询的来访者。虽然他们的病症跟患病阶段都不相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心理问题，希望可以通过这次咨询能够帮助他们更了解自己，并且学会和疾病相处。明白。温老师，如果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好，你要多多指点。好，那我们开始吧。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咨询师温良。大家好，我是贺顿，我是协助咨询师，第一次见到大家。那我们开始吧。首先，要不来个自我介绍，谁先开始？这个不知从何说起啊。可以从自己的身体状况说起。要不张阿姨您先来。我叫张笑兰，今年。张笑兰，52岁，肝癌中晚期患者，突然拒绝肝脏移植手术，被医院建议参与团体治疗，容易焦虑，热衷表达，属于垄断发言的来访者。我来这儿是因为我得了肝癌，要做肝移植，我儿子给我提供肝源，可是前2天他们小两口吵架了，他不乐意了，我心里不痛快，干脆不做了，这样也好，也不用遭罪了。可是医生跟我说，我要做了移植，我康复的几率是很高的。我儿子就是个怂包，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张阿姨，我想大家对您个人的状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要不先认识一下大家，然后再听听大家对您的想法，您觉得怎么样？
张阿姨，您坐吧。其实我们在分享自己故事的时候是可以坐着的，不一定站起来。好。还有谁愿意自我介绍一下？你们好，我叫糖糖。你的状况如何？我好得很呀，就做化疗呀。糖糖，17岁，先天性白血病，1个月前发病入院，急需骨髓移植。他的心态积极乐观，是唯一一位没有暴露出负面情绪的来访者。医生说，等我把身体养好，就可以动手术了。小姑娘，你的病叫什么病啊？白血病。那你配型成功了吗？现在啊，普通人骨髓配型，它的概率只有10万分之1。现在能做的就只有调整好心态，静静等待了。于桂芳，40岁，是一名护士长，宫颈癌早期，面临子宫摘除，状态抑郁。你是何涛吧？我是协助咨询师贺顿，在这里可以吗？我说孩子，你迟到了，你不解释一下吗？人家肯定是有原因的，人来了就好了啊。何涛，21岁，大学生，骨癌患者，需要接受截肢手术，情绪不稳定。面试的时候频繁出现抱怨、埋怨跟不满，家人劝说做手术未果，属于拒绝帮助的抱怨型来访者。哎，你呢？你怎么不说话呀？赵军。赵军，60岁，直肠癌术后恢复中，精神状态不乐观，沉默不语的来访者。张笑兰或许对他是一个突破口。一般来说，咨询师需要阻止垄断发言者的喋喋不休，可面对来访者的沉默不语，垄断发言者可能更快地加速他的暴露。你身上什么味道呀？你得的什么病啊？肠癌，刚做完了手术。呀，那现在还在做化疗吧？何涛，你是最后一个来的，你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骨癌，大夫说2条腿都得截掉。我本来不想来这儿的，家里人非要把我送过来，反正都要截肢了，在这儿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呢？我也劝你们早点面对现实吧。小何是吧？我得说2句啊，你别不开心。既然来了，就听2位老师上课。我就是被儿子媳妇硬拉来的。我们要心平气和一点，这儿都是身体上得了大病，你先不要动怒。管好你自己行吗？你不要给我料理动病，不少人心啊！你说什么呢？咱们别那么认真好不好？我们身体都不舒服，有些情绪也是很正常的啊。于姐，你要不要做个介绍？我叫于桂芳，最近突然查出了宫颈癌。这几年呢，我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孩子，可是现在要切除子宫了，所以最近的情绪一直很低落。今天来也是希望能得到2位咨询老师的帮助。我是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护士，所以平时呢经常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病人。今天看到大家，就控制不住的问了一些问题，你们别想太多啊。于护士，你看看我误会你了啊，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啊。没事的。于姐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词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情绪。你说的很好。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能够坐在这里一起分享跟讨论情绪，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现在，我首先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如果对于自己生病这件事情的认识，我们把它分成4个阶段：1. 震惊，不相信自己生病；2. 愤怒，不接受自己生病；3. 抑郁，
接受了自己生病这件事实，但是内心充满愤懑不平。4、接纳，完全接受，坦然面对。这几个阶段会依照不同的顺序出现，但有可能反复叠加。各位分别在哪个阶段？第4个阶段。怎么说？你们相信奇迹吗？我相信奇迹。我从出生的时候开始就被诊断为白血病，医生说我最多只能活到16岁，可是你们看，我现在已经17岁了。我想再撑撑，如果能再多活1年，我明年就参加高考。如果可以再久一点，我想去趟东北，看一看雪花长什么样子。雪好哎，我二姑父家就住在东北，一到大冬天啊，那雪啊那么厚，哎，可以堆很多的小雪人儿。是啊。其他人呢？要不要说说？我觉得我是第3阶段，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接受这样的状况，不能要孩子，对我来说这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我就是觉得太不公平了。养孩子有什么好的？孩子啊，都是替别人养的，儿大不中用。我倒是有个儿子，结婚了，生了孩子，有了自己的家，就把我当成累赘了。人呐，仔细想想，还是得为自己活着，一辈子围着孩子转。你病了，孩子啊，就不用了。就他这样的脾气，他儿子能孝顺他才怪呢。你才不孝顺呢！你说谁不孝顺呢？你看你对我们这些长辈的态度，对你爸妈能好到哪儿去？你看到我不孝顺了吗？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一下2位。其实，我们都会有愤怒跟不满的情绪，但是我们需要通过一种合适的方式把情绪表达出来，尽量避免人身攻击，可以吗？张阿姨，您可以继续说，平复一下心情好吗？我儿子不给我，我难受。他给我，我不舒服。我儿子的肝呐，我怎么能要啊？天底下哪个当妈的要用儿子的肝来续命呢？张阿姨，您稍微平静一下。赵老伯，我看您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他这个人呐，就光嘴巴会说，指不定内心里啊，怕死了。张阿姨是很痛苦的，她一面担心儿子，一面又独自忍受痛苦，是最孤独的。张阿姨，你觉得大家有理解到你吗？于护士的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张阿姨，您缓缓。其他人呢？还有没有人愿意分享情绪？核桃好像一直没有怎么说，你愿意分享吗？没关系，不愿意说就不说。那我们其他人有人想替他分享的吗？愤怒，他不愿意接受自己的病。对，他不接受，还发脾气，还骂人。生病的愤怒不是很正常吗？为什么一定要接受啊？我就是不接受，怎么了？我就是愤怒，怎么了？你们在座有孩子的，如果你们自己的孩子才20岁就要被截掉双腿，你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冷漠吗？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你怎么能说叔叔阿姨们是冷漠呢？大家的身体都有疼痛，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痛苦，大家只是关心你，希望你能开心起来。我来这里不是寻开心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你装什么装？我来这里是我爸妈逼着我来的，你来这里又干什么？你还不是为了讨好他们，说一些好听的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开心，开心那么重要吗？开心能让我再站起来吗？开心能治好你的病吗？你来这里是装开心的是吗？你知不知道，你脸上那种假装开心的样子，可让我觉得恶心。你闭嘴！
你们也都这么认为吗？那你们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我就应该泪流满面，抱怨生活对我的不公平，就因为我病了，我就不能笑了吗？难道在你眼里，我就只有和你一样，我才有资格作为一个病人吗？在你眼里，我就只配哭着过完剩下的日子吗？你让我们查的安娜那信上的地址是假的。假的？那就说明，要不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或者说是寄件人不愿意透露他的真实身份。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故事是好的，对咱们没影响啊。那写信的人文笔还挺好。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担心啊？咱们意外收到这个好的故事，随着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观众啊对于它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我们得未雨绸缪。你是怕他突然不给电台寄信了吗？对了，还有张明信片，看内容是安娜寄给对方的，上面还保留着安娜的寄件地址呢。干嘛？你不是找到新地址要找安娜吗？顺便送我回我妈家。贺老师，你现在开始学会粘人了。钱老师，你现在真不要脸，走吧。刀，一把什么刀？刀，一把杀猪刀。一刀，刀刀催人老。我的青春小鸟已经飞走了。哎呀，秦开义，你再这样的话，你直接下车好不好？看来还行吧。好听好听。哎，那些观众们的留言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我都已经开始期待了，可以配上你这个歌。那是，哎，你也不看是谁点的。行了，好好开车，那尾巴都翘上天了。放心吧，这车技啊，怎么说呢，老靠谱了。哎，不过说实在的啊，如果我也生在那个歌坛神仙打架的年代，哎，说不定我跟安娜一样，也想当个歌手。越是靠近你，就越是生疏。你忽冷忽热，我掏心掏肺的弥补。后来你消失在薄天的迷雾，这封荒唐的情书寄往何处？3分是天意，7分是残酷。故事太曲折，只能假装不在乎。没有你，我现在过得很幸福。这条路，寻找的路太漫长，只有流浪的足迹，替他记录着这些年的回忆。匆匆流逝的时间，消磨着他的等待。他怕自己会忘记来时的目的，怕自己会半途而废。可那个坐在旧摩托后座与家人告别的夜晚，始终让他念念不忘。
于是，在安稳与流浪之间，他选择继续流浪。你们认识王小军吗？谁王小军啊？王小军，你不知道？他是一号手，他之前在这儿演过出，他也会唱歌，你们没见过？这是谁呀？你们就是不想告诉我。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看见他，告诉我，我给你们钱，行吗？我真有钱，才不是，我有钱，我有钱。干嘛闹？你别在这闹！干嘛？别闹了！一次又一次的找寻落空，让安娜感到疲惫。她用几近哀求的方式，企图从台下观众那儿得到一些关于小俊的消息。对她而言，此时台下坐着的，早已不是一群陌生的看客，是她为数不多的希望。你好，有人吗？谁呀？你要找谁呀？你的节目啊，我每期都听的，我呀才是真正的老听众呢。阿姨，这个房子是您自己的是吧？对呀，以前是我妈的，后来我爸妈去世就留给我了。哎呀，我们这小老百姓嘛，有几间房子赚赚租金，赚赚外快，挺好的。不过你还真不能小瞧我们家这个小破房子，我要是租出去啊，一个月得2、3千。你说要是卖的话，每平也得几万块。您这房子在市中心，这地段也这么好，这几万块都便宜了。对呀，所以我们在等动迁呢。来，就这间。现在啊，没有卫生间的房子都没人爱租了，就是租啊，也是当仓库放货什么的。唉，现在这地方好像是被人遗忘了。阿姨，您还记得20年前有一个女歌手，她租过您的房子吗？我20多年前我才20刚出头，那时候租客都是我妈负责，我不太清楚。您再想想，她是一个单身的女人，但是她带了个孩子。想不起来。她很年轻，名字叫安娜。哦，我想起来了，我知道这个女人。怎么，你跟她什么关系啊？啊，我跟她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节目啊，只是想找一个听友。什么听友啊？你知道那个女人是什么人吗？这个安娜呀，听起来像个小孩子似的，也不知道她一个人能不能照顾好小可到死。你说她当年不告而别，是因为突然有了小军的下落吗？我有些想不明白，你说他走就走吧，干嘛要顺走房东的电话呀？那个年代电话很值钱吗？那当然了，
那个年代啊，你要是装一个电话，起码得1、2千。你说放到现在，这1、2千也不是个小数目。可是他偷电话是干嘛呢？又没有电话线，这打不通电话。或者还有一个可能，就这个房东说的话呀，咱也不能全信，是吧？毕竟20年了。或许当年安娜真的遇到了什么突发事件，也是有可能。我想也是。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了。什么？这房东说的话至少证明安娜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不过你说这个寄件人到底是谁呢？会不会是安娜？那如果是安娜的话，她为什么要留一个假地址呢？我听你这意思，你还想继续找下去？那当然了。哎，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你会这么轻言放弃吗？不过说回来啊，我觉得安娜跟你挺像的。跟我像？哪儿像？你们都是那种啊，认准一件事情，不管别人说什么，你们都会坚持，是吧？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呢，他是为了爱情，你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林开一，我听你这话，你是说我固执啊？哎，我可没那么说啊。咱说呢，固执有什么不好？固执说明咱对人对事儿有自己的坚持，你有态度，对吧？但就是有的时候，什么？哎，你以后是回办公室，还是回咱妈那儿？我问你啊，你觉得在我妈跟贺昭成这件事情上，我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虽然我不知道你继父的为人是什么样子的啊，但是我觉得他对阿姨呢还是有感情的，而且我总觉得他对当年做的事情挺后悔的。你怎么知道他在后悔啊？你偷偷问过他了？我明天还有事儿，你送我回工作室吧。行。从现有的线索上来看，安娜是在1996年的海鲜饭店当过驻唱歌手。哎，那咱们就根据海鲜饭店去找。这怎么找呀？先不说满大街的海鲜饭店，1996年，20几年前，说不定房子都拆了。可是我们现在必须找到当年认识安娜的人，这样才能够证明安娜的故事是真的。现在只凭借这几封信，我们的选择实在是太少了。也不是不可能啊。根据信上的叙述呢，这海鲜饭店当年的生意啊是非常红火的。用现在的话说呢，这就是一个网红的饭店。我们台里新来了一批实习生，都特别有本事。我觉得让他们去找一找，说不定能找到线索呢。哼，行啊，你俩为这节目都快成侦探了。那是，这职业素养告诉我，必须得知难而上，是吧？穷追不舍。何顿，我很好奇啊，你为什么对这个案例这么上心啊？我也不知道。我自从认识了傅阿姨以后，我就会频频梦到她。我总是觉得，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
跟他建立了某种联系。尤其是我听到了安娜的爱情故事以后，我会觉得安娜对爱情的执着让我也想到了傅阿姨。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爱情都很艰难，但同时也很炙热吧。干嘛？你长大了，你真的开窍了。我现在是挺热的啊。热是吧？喝杯油甘柠檬茶消消火吧你。这封信上写着，安娜去了北方，找那个叫小军的小号手。最后没有找到吗？没有。信上说呢，安娜到了北方之后，找了3个月，她走遍了所有的酒吧，都没有找到。奇怪，那会儿的歌手圈那么小，他为什么找一个小号手会那么难呢？这我就不知道了。或许是信息有误，或许是小军根本没有去北方呢。总之，安娜把身上所有的钱全花完了，就回来了。真的不明白，你说他这么找，就像没头的苍蝇，根本找不到，他怎么这么执着呢？那小军没准就是故意在躲着他呢。你说放到现在啊，不可能有这么一个女生会这么找自己的恋人，我都能想到100个让她放弃寻找的理由。但是你说她傻也好，说她执着也好，她就是不放弃，你知道吗？我们台里的小姑娘听了这个故事，感动的呀，像是自己失恋了一样，还有眼睛哭红了呢。放到现在怎么了？永远不要轻视一个女人，女人一旦爱起来，那就像见了火的飞蛾一样，奋不顾身。你在说你自己呢吧？哎，老何，你怎么现在胳膊肘往外拐呀？女人应该统一战线，好不啦？哎，你别把我们家墩墩给带跑偏了啊！我们家墩墩现在挺好的，你要疯你自己去疯去。欺我没人爱是不是？那个小警察同志呢？江开义，我掐指一算，你今天会有血光之灾。哎，行了行了，你们俩能不能别斗嘴了，说点正事儿行不行？那个海鲜饭店后来找到了吗？当然了。哼，真的假的？哎，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不是着急看信吗？万一有新的线索呢？故意卖关子呗，谁看不出来？我卖什么关子啊？这都是底下实习生的功劳。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些小孩的路子是真的野，跟我说让我再等2天，说不定那照片都能找到。这样的话，太好了。不过这个海鲜饭店呢，已经倒闭了。但是这个海鲜饭店的老板呢，他是非常有名的，姓陈，这行业里的人呢都管他叫陈老板。柯顿，我约了他，一会儿去画坊见一面。好。陈经理，你小心啊！你别服我了，我退休已经那么多年了，别再叫我陈经理，好，就叫我老陈伯伯。对，您坐。谢谢。你们那个节目呢很有名的，我年轻的时候啊就喜欢听电台的节目。老陈伯伯，我这一次找您呢，是想打探一个人。哦，对不起，我方便录音吗？当然，没问题。谢谢。我想打探一个歌手。你要打听谁啊？他的名字呢叫安娜，你还有印象吗？安娜。对，就大约是在1996年左右，他在您打工的海鲜饭店工作过。您那会儿还老叫他小海莲呢。哎呀，那时候
自称自己是小天王、小天后的，多他都数不过来呀。哦，他身边有一个孩子，叫小可乐。哦，你说的是这个安娜？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个人，不过他也算不上什么歌手，他呀，脑子不清醒，没把心思放在唱歌上。我们这个城市虽然不大，但是有才华的人却不少。安娜的嗓子，她要是争点气，说不定会成为大明星。可是她没有这个野心。我这辈子啊，见过不少有潜力、有能力的歌手，自己把自己的前途给做没了，就为一件事儿，为情。对呀，就是过不了感情关。安娜每天要给小军打无数的电话。呼叫31319。对，10遍。一会儿有电话叫我一声。嗯，好的。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手机，那都是用寻呼机啊。可是那个小军啊，他一次都没回过电，他就是在躲着安娜。我记得有一次，本来到我们这儿演出的就是小军，但是他知道安娜在这儿，他就没来。对不起，我认错人了。我记得当初在我们那儿的时候，我这个地方它就像是一个信息中转站，什么人啊想干什么事儿啊，他都得过来问一下我。您当年这么厉害，那有没有帮安娜去找过小军？怎么没帮啊？不出3个月，全市的人都知道安娜在找小军。这个小军啊，早就跑去北方了。这个安娜还心心念念地追了过去，但没多久就又回来。女人呀，她一旦动了真感情，那谁的话她都听不进去。哎，不过小钱，你以为安娜真傻呀？你以为她真不知道啊？她在逃避现实，她想尝试去敲醒一个装睡的人，可是这样的结果只会让她更痛苦。也是个明白人。其实他后来还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去一接，他就一直在哭。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话，哭了一会儿就把电话挂了。我也跟他呼过几次，呼机都是打得通的，但是就是不接。1个多月以后，这呼机就停机了。那他会不会是出事了？我猜呀，他要么是找到小军了，一家人团圆了。要么就是另外嫁人了。那安娜的真名你还记得吗？不知道。那时候到我店里的歌手，来来去去就走马灯似的，我都不会记他们的本名。安娜在我店里，不就也干了3个月不到吧？每次结账的时候，我都是用现金给她结的，所以她的本名我也不知道。哦，对了。我有他照片，你要吗？陈宝宝，我当然要了，你怎么不早说啊？这上面哪个人是安娜？穿那个服务员衣服的那个。现在所有线索都断了，光凭这张照片很难找到人啊。谁说所有的线索都断了？这老先生就留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线索。什么线索？他说他后来见过安娜一次。我想起来了，我还见过一次安娜的，在哪儿？我想想，几年呢？我女儿读1年级的时候是98年，对，98年。那时候啊，要开家长会，我老婆感冒了，就是我去的。他说他去开家长会，见过一个特别熟悉的面孔，这个人就是安娜。哎，赵老师，赵老师，李老师，麦子，你女儿也马上升2年级了吧？听说学习成绩特别好，不像我家那小子皮得很，没给你添麻烦吧？最近还不错了，进步很大了。啊，那挺好，那挺好的。
那这么说来，安娜的女儿跟陈经理的女儿是同班同学？不是同班，但是是同年级。陈经理跟安娜打招呼了吗？没有。为什么？他说安娜的变化特别大，看起来过得挺安稳的，至少从表情上呢，没有看到过去的那个焦虑和紧张，所以就没上前去打招呼，害怕勾起人家不好的回忆。98年1年级，那安娜的女儿跟我一边大。哎，对啊，你也是92年的。是啊。哎，那陈经理的女儿跟小可乐既然是一个学校的，他们之后有再见过吗？他说就见过那么一次。唉，我就是怕呀，现在查不到20年前的学生资料。这安娜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小可乐叫什么我更不知道了，怎么查呀？你有问过他们是哪个学校的吗？和田小学。和田小学？对。海北区那个？对啊，怎么了？我妈以前在那儿当老师。赵阿姨不是实验中学的吗？那是后来的事情了。那还等什么呀？咱们就问问赵阿姨呗。你别着急，等会儿我去见我妈，当面问问她。哎，那仪器那事儿后来查的怎么样了？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好。你好，我是海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你好。想跟你打听点事情。你们医院前段时间从渠道商那里购买了一批由我们公司制造的电磁精神治疗仪，您知道这件事情吗？哦，你是说那个戴在脑袋上那个仪器啊？对。我们这边老人戴了之后都说不舒服。就是因为收到了很多负面的反馈，所以这次公司派我来，想把这批仪器进行回收，做一个免费的返厂升级。免费的？对，绝对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可那玩意儿大家都说不好用，让我们院长扔仓库去了。仓库？仓库。你的意思是说，现在不知道安娜和小可乐的真实姓名，对吧？只知道她是曾经在和田小学看见过她。对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妈，我觉得安娜一定是那种让别人看一眼就会记忆非常深的女人。我虽然没有见过她，可是我对她还有小可乐的事情都非常好奇。有什么好奇的，孩子？我就是想知道安娜跟小可乐现在过得怎么样。我希望她们母女2个现在可以幸幸福福的。哦，对，你帮我看看东西。你看看，这是不是安娜？你以前见过她吗？是不是在你们学校当过老师啊？都不记得了。你都没仔细看，你帮我好好看看，有印象吗？看也看不清，都是年前的照片了，哎呦，模糊的要命，妈妈现在眼花了，看不清。上一期安娜的故事结束后，不少听众朋友留言表示非常关心安娜之后的生活，想知道她是否寻找到了追逐已久的爱情。可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节目组没有收到更多的来信，所以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也想对机器人提出一个温馨之请，希望您可以尽快与我们的节目组联系。喂，你好，这里是海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夜话，请问有什么能帮助您的？不要再找安娜的结局，这故事没有结局。请问您是安娜故事的机器人吗？安娜的故事。我来回拨一下。回拨过去。要不先把通话录音发给贺老师还有强哥。好。你们说安娜的这个故事不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吧？那可不行，安娜还说了，必须要用这个故事参加比赛。现在这个时候了，不能改的。哎，就算不是为了得奖啊，咱也不能让这故事没头没尾的结束了。我看那网上还说，安娜这个故事是咱们节目组自导自演，现在编不下去了，才来这么一出。哎，大家别丧啊，咱们换一个思路。这个打电话的男人一定跟安娜有关。
咱们就算是找不到安娜呢，至少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找到这个男人。可是昨天我跟东子哥打了几十通电话，我来回拨一下。回拨过去。你好，这里是海丰国际广播电台新飞夜话栏目组，请问您刚刚是不是打过电话？您是安娜故事的知情人吗？哎，他怎么没挂了？喂，你好，这位听众。喂。对方要不就是不接，要不接了就干脆否认这件事，说根本不知道，还警告我们不要让我们再打过去了。一个不想让我们找到安娜的人，会是什么人呢？难道是亲人、朋友？哎，会不会是小军啊？或者是安娜现在的丈夫？不要再找安娜的结局，这故事没有结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写信的人。你的意思是，这个寄信人突然间后悔公布这个故事了？没错，这样就解释得通为什么我们收不到安娜的来信了。哎，雪莉，你昨天接电话的时候有提过自己是新飞夜话的工作人员吗？那咱们换个身份试试。你先让我打过去吗？对。来，给我笔。喂。哎，你好，我这边有一个漏接的电话呀，这边显示是您打过来的，请问您是哪位啊？找我什么事儿？啊，我们这是报刊亭的公用电话，可能是哪个顾客给你回拨过去吧？报刊亭？对，报刊亭。哦。哎，正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这新一期的《时尚先生》您这有吗？我找了好久了。这个你稍等一下，我帮你看一下。最新一期的还没有，不过上一期的还有，你还需要吗？要！哎，您给我留一下啊，方便给我一下地址吗？我一会儿过去买。哦，我们这个地址是渔亚路红沙西中街148-8号。得嘞，谢谢您啊。咱们先过去一趟吧，先见见这个人，再想后面的对策。我都说了，我们老板一早带着老婆孩子去礼堂度假玩去了，让我没事别给他电话，不然扣我工资。我这工资被扣是小，打扰老板度假心情是大呀。哎，那你们老板什么时候能回来啊？老板的事儿那是我能随便打听的吗？他去哪去多久，何时回来，用着给我这个员工报备吗？你这个人一看觉悟就不高，到底他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那你们老板有说让你替他几天吗？这个倒是交代过，让我下周6之前每天都到。支付成功了，给你查收一下。好嘞，谢谢啊。买回来啦。嗯。现在吃啊？这家绿豆糕可好吃了，我跟我妈买了10多年。10多年？尝尝。等一下。干嘛？这么重要的知识点，我得记一下。10多年。赫顿和阿姨爱吃绿豆糕，主要是赫顿。尝尝，好吃吗？不错啊。就是这个味儿。我跟你说啊，刚才我问了几家，有几家呢不愿意给我们看监控，还有几家干脆没安。可以理解吧？毕竟这是私事儿，我们也不好打扰。要是咱们的线索就这么断了，没关系，还能接着找呢。嘿，你怎么偷东西呢？我没偷。你没偷？我都看到你偷了。哎，我的行车记录仪都拍下来了。我还给你。你刚才说行车记录仪。怎么样？昨天晚上下了那么大雨，我刚才看这边的车全是干净的，所以肯定没有停在这儿。
就这辆车还有点像。这辆车虽然有灰，但是这个发电机还是热的，应该也是刚停过来没一会儿。嘿，你们干嘛呢？没事，大哥，不好意思啊。吓了我一跳。没事。哎，你看这辆车。我打14试试。你说你们刚刚有事儿直接说多好呀，搞得我在电话里骂骂咧咧的，怪不好意思的。是我们不好意思才对，折腾您一趟。谢谢啊，刚刚那个电话是我的手机号，回头咱俩加个微信呗。姐，我没有别的意思，其实我就是想帮帮忙。刚才你们不说狗丢了吗？是什么品种的狗啊？金毛。金色毛的边牧。哦，边牧啊，边牧是挺好的，但是我更喜欢金毛里的金渐层。哦，金渐层那不是猫吗？那个打电话的时间说一下。9点48。这应该是个女的吧？你说这个人会不会是安娜？你好，不要再找安娜的结局，这故事没有结局。她也去买这个绿豆糕了。是什么绿豆糕这么好吃？我闺蜜昨天也跟着排了半天的队。是这家吗？怎么了？您闺蜜昨天是什么时候在这儿买的绿豆糕？大概就是我停车的前10几分钟。她说要去拿绿豆糕。是不是谁？朋友是安娜现在的丈夫。他在哪间饭店工作过？我每次读安娜的信的时候，都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他嗓子很好，擅长唱英语歌曲。呼叫31319。安娜呀，一天给这个小军打无数的电话。10遍。他身边有一个孩子叫小可乐。不承认。喂，呼叫31319，我是他的女儿，麻烦让他给我回电话。我感觉那个画面好像印在我的脑子里一样。情关难过嘛。22、23岁吧，还带着一个4岁的女儿到北京去找他爹。你们谁认识王小军？他是一号手。找到是找到了，但有些伤害是无法弥补的。王小军有钱，我有钱。安娜的女儿跟陈经理的女儿是同班同学。李老师，最近还不错。不是同班，但是是同年级。有人在吗？如果你说这个寄件人为什么要留一个假地址？不要问安娜的结局，这个故事没有结局。妈，我是刚把饭吃完，一点都没剩。我给你做一碗阳春面去啊！哎，别，别折腾了，回来是来拿点东西的。拿什么东西啊？我们电台不是最近在回顾过去的故事吗？钱开义说想让我们每个人拿点家里的旧照片。
咱家旧照片还有吧？给我看看。这是你5岁时候拍的那张照片。哎呦，那个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唱歌，而且唱的真的很好哎。这个话筒，我给你买的。也不知道我这个天赋随了谁了。妈，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唱歌啊？我哪会唱歌？我要是唱高音啊，那就是火车鸣笛，太吓人了。妈，你一个人把我带大很不容易吧？有什么不容易的？你看一眨眼就长这么大了，很容易。这几天我一直在听安娜的故事，我突然觉得您跟安娜还挺像的，都是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我跟她可不像哎，我比她幸运多了。您怎么知道您比她幸运多了？我有这么一个乖宝宝女儿一直陪着我，我估计她应该是挺孤单的吧。妈，您真的对这个安娜一点都没有印象了吗？你这个脑子啊，就机灵古怪的，难怪老做噩梦睡不着。你电台不都是故事吗？不需要所有的事情都想得那么多啊。妈，你还有和田小学同事的联系方式吗？我想亲自打电话问问。哎呦，那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哪记得呢？突然想起一个事情来，想起来了，等着啊。你喜欢吃的这家绿豆糕还要排队买呢，吃吧。呀，哎呦，怎么都几岁了？你看，哎呦，没事儿，碎了也好吃。问问陈经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先接吧。哎，陈经理，您说。小强啊，我想问一下，你这照片是从哪里弄来的？您先别管这个照片是从哪儿来的，您就告诉我，这个人她是不是安娜？虽然这照片比我认识她的时候要年轻很多，不过应该就是她了。好，那谢谢您啊。哦，那好，保持联系，拜拜。你就是小可乐。我还是怀念咱们那会议室的大屏幕。得了吧你！你要是没来这儿，你能成为我们的首席咖啡师吗？再说了，你不成为首席咖啡师，你能遇到那么多可爱的小姐姐吗？行啊，东子。哎，小丽，你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个电影里面讲的是什么？这个电影呢，讲的就是在一个平行时空里面会存在无数个我们，由于外界因素不同，选择不同，那这个故事就会有很多很多个结局。我觉得还不错啊，我能想象的解决办法可能也就是这样。如果安娜的故事呢没有结局，
那咱们就集思广益，想几个给到观众，让他们觉得这真相呢就在其中。我觉得这样的话，还可以去制造一些悬念的效果。钱哥，不是不可行，只是听众会不会觉得我们在欺骗他们？因为他们对于结局而言还是有所期待的。如果结局不同，他们会不会质疑我们故事的真实性？可是对于听众来说，他们往往要的不是一个故事的真相，而是从故事中得到慰藉。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把真相告诉观众，然后给他们无数个故事的结局，让他们自己去想。但什么样的结局观众是满意的呢？不同世界、平行时空里面的人，他们性格会是一样的吗？我怎么能确定另外一个时空里的人是我自己呢？姐，你还在上一盘呢。我是觉得呢，就算是不同的结局，人物的性格和他的行为习惯肯定还是一样的嘛。这样吧，大家再想一想，是吧？想几个结局出来，好不好 ？OK， 好。行，你先跑。干嘛呢？还在想陈经理说的话呢？那个陈经理一定弄错了。不是，我已经反复问过了，他非常笃定地说，安娜就是你妈妈。不可能啊！安娜跟我妈性格差的也太多了。安娜热情、主动、叛逆，可我妈呢，文静内敛、循规蹈矩。听下来确实挺像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的。说不定咱妈以前也叛逆过，也潇洒过呢。从心理学上来分析，人格的塑造在5岁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形成了80%。跟性格相对应的思维方式还有情感，如果一旦形成的话，是恒定不变的。我妈的性格怎么可能一下子转变那么大？你在没认识我之前脾气也没这么好，你给我解释解释呗。那真是谢谢你了，钱大主播。怎么样？有结果了？我先来说吧，我先说，我觉得安娜最后应该是找到小军了。他们一家3口没准在北方落了脚，还开了夫妻大排档，一家人一起一边撸串一边唱歌，浪漫的很。我是觉得呀，小军应该离开他们母女。安娜找不到小军之后呢，就回家了。过几年啊，又成了新家，说不定啊，现在2胎都有了。安娜要是这么现实的人，这故事就不会这么长了。哎，咱们极端点想了，她如果找不到小军，会不会寻短见？我倒觉得不会。安娜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即使没有小军，她也可以带着小可乐过着自由快乐的生活。我不想撒谎。假装自己多么高尚伟大。我跟西平呢，我们是大学认识的，恋爱了几年。那年我们要结婚了，组成自己的小家庭。结果来了你这么一个特殊的孩子，这事没经过我同意，是西平他执意要收养你啊。因为我爱他，所以我就遵照他的意思。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那我就把全部的事实告诉你。我承认，我不是个外人，可是你妈赵西平为你做出过什么巨大的牺牲，我今天都告诉你，就是希望你能够知道全部的事实以后，还像你妈爱你一样，你去爱她。顿顿，顿顿，你怎么了？顿顿，哎，顿顿。你怎么了？哎，你怎么锁门呢，孩子？顿顿，你怎么了？你不舒服是吧？怎么了？他们说你去一边，他不能打声。妈妈叫你。喂，对，阿姨，你马上来一趟好不好？快点，快点，快点啊！好，对不对？我妈妈把门看看啊。
我妈，准确的说是我姨妈，而安娜才是我的亲生母亲。一对双胞胎，性格迥异，一个是想当明星，另外一个只想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妹妹赵熙然想当歌手的梦想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改名为安娜。在姐姐赵喜平的帮助下，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还有爱情，可到头来什么都没捞着，也成了未婚的单亲妈妈。很老套，但也很真实。真实，因为这个世界上啊，就是有这样的人，勇敢的去追梦，然后被生活伤得遍体鳞伤。但是即便是没有安娜，也会有李娜、王娜。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谁的身上没点伤？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况且，如果要是没有安娜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那也不会有我们的小可乐，对不对？可是她的世界未免也太沉重了点。那后来安娜的结局是什么样的？我还不知道呢，就没有她的音讯了吗？她死了。安娜死了。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噩梦吗？嗯。你说你一直梦到父爱。当时以为是我休息不好，所以总梦到他。可是后来我回想，我每次梦到他都有重复的元素。你说这么多意象跟他有关，是不是有一种宿命感的感觉？宿命感？你不觉得傅唐跟安娜他们很相似吗？都勇敢追求爱，和那么的热爱自由，可是命运却给他们开了个玩笑。你的意思是说，傅唐出现在你的梦境里，是因为你的潜意识把傅唐跟安娜重叠在一起了？很有这个可能。那除了这些噩梦，之前的那些噩梦，你现在还在做吗？阿姨。哦，小姐，怎么样？没事，好多了。刚才他可是吐得好厉害啊！没事了。这么回事呢？好，我炖的红枣鸡汤是炖的最喜欢喝的，待会都要舒服了，你让他出来喝一点，暖暖胃。好的，我一会儿转告他，是你炖的。麻烦你了，快去。你刚知道这件事情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早有预感，可今天我知道答案的时候，我还是很惊讶。只有惊讶？好生气。生谁的气？赵女士。为什么？我只是觉得他可以不告诉我安娜的事情。如果他因为那时候我很小，他怕我知道了受刺激，我可以理解。可是我都已经长这么大了，他还是没有准备告诉我，甚至他想把我亲生母亲在我的记忆当中全部抹掉。只有他想告诉我，我才有资格知道。那如果他不想告诉我呢？
那我这辈子都不知道安娜的存在，我也不知道我的身世了。可是我想完这些，我觉得不应该生气，我也不配生气。你觉得他为你付出的太多，你没有资格怪他。我其实一直在怀疑，那年我已经4岁了，我怎么可能会认不出我亲生母亲呢？虽然他们2个人长得很像，可是当我抱着他的时候，我摸他手的时候，难道我也感觉不出来吗？直到刚刚我面对他们2个，他们2个跟我解释的时候，我好像突然理解了。你理解什么？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应该是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我拒绝安娜的离去。你知道吗？人都是有心理防御机能的，我很有可能把那段记忆从我的记忆当中抹掉了。我隔离了那段记忆来保护我自己，所以我什么都不记得。所以当我看到我姨妈，就是我妈妈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救命稻草。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妈妈，我可能一直在欺骗我自己。包括我很讨厌我继父，我觉得除了是因为他总让我妈在我们2个之间做选择，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4岁之前，我跟我妈妈是相依为命的。我的世界里只有我妈妈，我妈妈的世界里也只有我。直到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还要让我管那个男人叫爸爸。他夺走了我妈，他侵占了我们的生活，我很恐惧。我觉得我妈妈会选择他，会失去我妈妈。所以这种恐惧一直到我现在，我不同意我继父跟我妈妈复婚的原因。我觉得不单单是因为他当时抛弃了我妈，抛弃了我，最大的原因是我很怕又面临被选择。我很怕我妈妈又会选择他，我害怕我妈不要我，我害怕我又失去我妈妈。我也不知道。你把你自己剖析得这么清楚，但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是你没想到的？你妈妈这么多年没告诉你，会不会她也在害怕，害怕告诉你了，就失去你了呢？失去我？虽然你们不是亲生母女，但是在我看来啊，她真的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了。会不会她也在犹豫？如果这件事情她告诉你了，那你们2个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可是我不会变的，我不可能离开他。但是他知道吗？他会不会也像你一样在纠结，纠结你会不会选择他？那他为什么之前还要想说出安娜的事情？可能比起失去你，他更担心你过得不快乐。你想去问问他吗？妈，别动了，别动。妈，对不起，我其实刚才听到的时候，我还是有点难受，我有点不相信，我一时之间很迷茫。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河豚还是小可乐，所以我很害怕。直到我冷静下来，我回想这一切，我从小可乐变成河豚，
都是因为有一个人一直在我的身后包容我、爱我、宠溺我。我其实是知道我从小很不懂事，我总是闹，我总是跟弟弟争吵，跟老何争吵，那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我害怕我再一次失去妈妈。因为我做的一切没有任何人能替代，是你让小可乐变成了现在的赫顿，你付出了所有。我想抚养他，如果你同意，我们就结婚；如果你要是不同意，这婚也可以不结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明明知道小可乐是我妹妹的孩子，不是我的女儿，对吧？我妹妹走了以后，我决定把你领过来。那时候我真的没做好准备，我就是觉得我反正爱我妹妹，有什么困难我肯定都能顶过去。你刚才说你捣乱呢，跟弟弟种错。我那个时候看着你故意跟我捣乱，故意不听我的话，故意不吃饭，我竟然非常幸福。真的，你越跟我较劲，我越觉得我这个妈妈当成功了，顿顿她认我了。后来你慢慢长大了，我是不是你的母亲？你是不是我的孩子？反正我已经离不开你了。我早就想过了，我想等你大了，我就会把你的生死告诉你。可是我害怕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对你打击那么大，你承受不了。万一你再去走我妹妹同样的路，所以你原谅妈妈这么多年一直跟你说谎，妈妈太自私了，对不起，真的，我不应该这样。妈妈，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我永远爱你，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谢谢，谢谢你，妈妈。妈妈。对不起，让你见笑了。顿顿，这个铁盒子里装的都是当年安娜给我写的信和明信片。我帮着安娜逃走以后，我就去北方念书了，然后安娜就东西南北的乱跑去寻找小军。可是她每到一地啊，就会给我写一封信或者一个明信片。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保存着。我就是想有一天我要把它交给你，
我说过，安娜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你看看就知道了，见字如面啊！我把她交给你了。要看看吗？不想看。等等，咱们到了。哦，哎，起来了。你可以生气，可以骂我，但是你不能打我。我不喜欢大海。这只是一片大海而已。你看，那海滩上的人玩得多开心啊！顿顿，你发现了吗？像俊俊、安娜，甚至是傅唐阿姨，他们经常会出现在你的梦里，让你的恐慌加倍，让你的梦变成了无数个噩梦。你一直都知道自己的问题，只是不愿从自己的梦魇中走出来。但是一味的逃避是没有用的。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只有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扔出去，才能给快乐腾出位置。算了算了，既然我一直在梦到他们，那就梦吧。噩梦早晚有一天会醒的。既然丢不掉，就让他们跟我共存吧。你不是丢不掉，你是不想丢掉，因为你认为这是你和贺俊仅剩下的一条连接，哪怕它带给你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折磨。贺顿，我陪着你，咱们一起面对它，解决它，好不好？我想俊俊也不想一直出现在你的噩梦里，对吧？慢一点。怎么样？是不是戴上了纱巾，看不到大海，就没那么怕了？用你的耳朵去感受它。不行，我还是不行。你先别慌，贺顿，没事，我在呢。要不，我跟你说个事儿吧。这件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绝对是独一份儿。什么事儿？我以前跟你一样，也经常做噩梦。我爷爷退休以后，就回到了老家。有一年呢，我放假去看他，发现院子的客房里有一个棺材。棺材？嗯。我爷爷是一个特别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人，他连自己的后事都安排好了。
所以呢，之后我每一次看到棺材，我都特别害怕，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噩梦。直到我爷爷去世之后，我看他躺在棺材里，我并没有那么害怕，因为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我怕的并不是那个棺材，我怕的是爷爷会死，他会离开我。钱凯一，我想试试。好。何顿，听到海浪的声音，你看到了什么？俊俊，姐，姐，姐，你是不是又哭鼻子了？姐姐只是在这里见到你，觉得很高兴。姐，你头发剪短了。对啊，好看吗？好看，姐姐弄什么发型都好看。俊俊，过得好吗？好，姐姐呢？姐姐也很好。姐姐这么久，特别想跟你亲口说一声对不起。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啊？我没有怪你啊。姐，你快看。什么？姐，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发明一种让人吃了可以快乐的药啊！你居然相信有那样的东西？难道不是吗？我当时是认真的，后来我才发现，世界上并没有这种药。不过没关系，你猜我另一个重大的发现是什么？是什么？我发现，并不用吃什么药。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我和你还有爸爸妈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姐，只要你抬头看，就会看到太阳。我会成为你的太阳。
在哪？我刚才好像看见俊举了。他说了什么？跟他说对不起。他说他原谅我了，他不再恨我了。阿端，你怕的不是海水，你怕的是海水带走你爱的人，对吧？钱开义，我爱的人还会被带走吗？不会。糖糖，身体状况还好吗？没事儿，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上次咨询室是我太激动了，怕是吓到大家了吧？没事的，小姑娘，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为了我们好。就是啊。该说抱歉的是我。那天你说的对，既然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呢？何涛，你怎么了？你看起来很苦恼，愿意把你苦恼的事情跟大家分享，让大家替你分担吗？医生前天跟我说，要是我再不节制，癌细胞就会转移。可是我还想打篮球，要是没有腿，我怎么打篮球啊？就算你2条腿没有了，人还在，年轻人哭哭啼啼什么？你是没见过战场上枪林弹雨，何止是断腿啊，那分分钟都是要命的事儿。邵老伯，你没有开玩笑是吧？赵老头，你平时不张嘴，一张嘴就带刀子，截肢的又不是你，你说的倒轻巧。世界这么大，这不打篮球怎么了？也可以大有作为啊！没了2条腿，就自暴自弃，像话吗？赵老伯，您曾经为国家做出过贡献，我尊敬你，但是这不代表你能对我随意的评头论足。要真比起来，你那一根破肠子怎么跟我2条腿比？这小子说什么？你信不信？老子毙了你！怎么，没说几句话就开始骂人了是吗？你不要以为你老我就得让着你，我忍你很久了。臭小子，活该做人你，这是报应。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啊！臭老头子，不仅浑身恶臭，嘴巴还那么毒！来啊！你弄死我！你来啊！你弄死我！我倒冷静，先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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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20岁，我想多活几天就必须用我的2腿这句话，我觉得不平衡，我有错吗？你没有错，核桃，你冷静一点，在这里大家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不需要帮助。核桃，我怎么觉得你在说反话？虽然你表面上一直在攻击、在抱怨大家，虽然你一直在说你不需要大家的帮助，可我觉得你的内心是害怕过多的去依赖别人。你害怕别人关心你，对吗？不然你怎么会今天提早半个小时就到了呢？对不起大家，浪费大家时间了。你是好孩子，你的痛苦我们大家都懂的。是的，谁都有崩溃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就是，我们都在你这边。赵老伯，您还好吗？怎么今天情绪这么激动？上次我记得您好像都不怎么说话，这是为什么呀？对不起，年轻人，我不应该这么比较的。我是觉得老天对我不公平，无论什么骨癌、血癌、脑癌，我都可以癌变的得个够。可我生的是肠癌。医生说了，我这辈子都得带着它。我年轻打仗的时候，手下管着1营的兵，当年我带着一个连突出重围。可现在，我连拉屎都不会了。这畜生都会的事儿，我却不能。人还没死呢，全身都散发着恶臭。赵叔，我以前在医院当护士的时候，经常遇到做过这种手术的病人，还经常帮他们换造口袋。赵大叔，我觉得你以前保卫国家的样子，一定特别帅气。赵伯，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那么激动的。其实我特能理解你。我其实不只是为了篮球，我也想像其他人一样读书、上学、找工作。我还想谈恋爱。核桃，这才是你的真心话吧？可以。上次你让我查的那起车祸有消息了，我找到了当年办理那个案子的刘队，地址发给你，我和丽丽过去等你。好，我马上到。哎，谢谢。Hello，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2个约会了。约会哪有老贺重要啊，是吧？哼，走吧，这就是小区，你把车停一下。好，那一会儿见。哎。哎，老李啊，来客人了，咱们改天再下。哎，好，对对，来了啊，来，走。这位是托我找您的人啊。坐，刘队你好。哎，你好。你好。哎，你好。坐。怎么着？今天想了解一下当年事故发生时的具体情况。具体的事情我倒是记不大清了，不过那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雨。报告上写的嘛是意外。根据案发现场的报道，案发当天和前一天晚上一直下着大雨，地面上非常的湿滑。
这年纪大了，脑子就不中用了。知道你们要来，我今天特意翻出了当年的相关记录。哎呀，没忘了你。谢谢啊。我们已经收到您的来信了，我们会继续关注您和小楼在酒吧您那次洪水分别之后的故事。喂，你好。好，谢谢来电。好的，好的。您的讲述我现在已经先记录下来了，您可以先把照片寄给我。对，花房咖啡。好的，谢谢您来电。小丽，我去找下老大。我也去。走。老大。来了。老大。好家伙啊！哎，光是一个早上就收到了这么多信，你看。来吧，每个人分一分。来吧，努力吧。不谢，继续。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刚刚收到了一个消息，咱们之前不是参加那个流金之声的比赛吗？出什么事儿了吗？没得奖了呀？没事儿啊，凯一，咱节目现在这么火，不得奖没事儿。就是钱哥，我们又不看重这个，咱们节目这么好听，管他能不能拿奖。那既然大家都这么无所谓，那我就把这个退回去。海丰国际广播电视台啊，新飞夜话节目组在17届流金之声广播节目大赛中荣获。快说！最具人文关怀奖。我们付出这么多，总算有回报了。就是。这么开心，哎，咱没拿1等奖，你们就没有一点点失望？老大，我们才不屑得拿第1呢！看，最具人文关怀奖，这多厚重的奖项啊！我说2句啊，认真的，咱们这一次能拿这个奖啊，对于咱们团队来讲，比任何一次我们拿到的荣誉都来得有意义。因为我们的初心呢，不再是想着怎么去赢别人，而是战胜了自己，我们超越了自己，这就是我们的成长。老大，你这是在夸我们长进了？没有啊，我夸我自己呢。好家伙，这是真金子吧？啊，别在那抠。知道什么叫做金箔纸吗？啊，你管它真金假金呢？这只要靠咱努力得来的，那就是财富，知道吗？哎，还有一个事儿啊，笑姐呢让我转说一下她的嘱咐。海里呢现在对咱们的节目特别的重视，希望我们可以戒骄戒躁，继续努力，把这份荣誉给保住。保住，一定。接电话。去吧。喂，你好，这里是海丰国际广播电台新飞夜话栏目组。哎，我拿去给他裱起来，这毕竟是咱们一路走来的见证啊。你赶紧啊，一会儿还得上信。我也去。哎呀，行了，你给我看看。哎，你们都走了，谁看信啊？你给我，钱哥，钱哥，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在电台发布的那则找人消息吗？地震的。对，找到了，姓名、电话。哎，墩墩，哎，你还记得之前托咱们节目想要找人的那对父子吗？人找到了。我看到了，但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去跟他们见面。这样，你先帮我约他们见个面吧。没事，你先忙，然后呢，我自己去跟他们见一面。哦，对了，还有个好消息，咱们节目呀拿奖，最具人文关怀奖。真的？太好了。哎，墩墩，晚点跟你说，先挂。行。影子，你怎么来了？钱哥，恭喜你啊！那消息传得还挺快，谢谢。其实这里面呢，也有你一份功劳。我这次来呢，是想和你道个歉。之前吧，你知道说那些话确实有点……你要这么说呀，我也得跟你道歉。哎，失去你之后，这肠子都要悔青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你一直都是特别好的媒体人，你比王卓更适合当我的对手。谢谢你，钱哥。时间访谈就靠你了，加油！谢谢钱哥，我会努力的。
一起加油。嗯。哎呦，又是在读信呢，老样。坐一会儿。还有他的漫画书。漫画书，这个是这个吧？还有，妈，我还想再带点磁带。师傅，您慢点啊！哎，好嘞，好嘞。奶奶，您就别生气了。你别看这现在安静，平常可热闹了。而且我听说，住在这的人都长寿。你看那个街坊邻居那么多，听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平常你就跟着他们唱唱曲、做做饭，特别热闹。行，快坐下。佳慧，我在养老院住的好好的，我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还有人照顾。你干嘛费那么大周折，非让我搬到这儿来呢？哎呀，奶奶，这医院的护工都跟我说了，您上个月腿脚疼了1个月，走路的时候还发颤。我上次去看您的时候，你怎么也不告诉我？那奶奶年纪大了，毛病多点不很正常吗？你有这时间陪我啊，听我这老太太唠叨，你还不如多抽点时间去见见你那些朋友。看来奶奶是嫌我烦了，不希望佳慧陪着了。佳慧，奶奶当然希望你陪我了，可是奶奶更希望看着你恋爱、结婚、生子，过那种最简单、最普通的日子。佳辉，你答应奶奶，以后咱不折腾了，好不好？好。小心啊！就在这儿。静姐，看看谁来了？爸爸、姐姐都来看你了，高兴了是吧？呵，高兴了，太好了是吧？嗯。哎呦，小脸怎么今天又弄脏了？让姐姐给洗脸啊？好的好的，静静叫你给她洗洗脸。小时候姐姐给你洗脸都想起来了是吗？好，乖孩子。哎，呵呵，今天还有一件高兴的事情我要告诉你，猜猜看，姐姐给你买什么了？猜到了啊，想起来了吧？这是你小时候老跟姐姐抢的蛋糕。哎呦，还有这个酸奶的，不是你最喜欢吃的，姐姐给你买了这么多，这次是吧？高兴了哈，好。平平安安的啊！然后跟静静说几句话吧。不说了。
君君，姐姐来看你了。对不起啊，姐姐这么久才来看你。姐姐出书了，送给君君一本，好不好？君君，这些日子我又开始梦到你了，不过都不是噩梦，是很甜美的梦。姐，姐，你头发剪短了。对啊，好看吗？好看，姐姐弄什么发型都好看。姐姐这么久，特别想跟你亲口说一声对不起。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啊？我没有怪你啊。君君已经原谅姐姐了，不再恨姐姐了，对吧？我记得在梦里，我们两个一起守护爸爸妈妈。你跟我看你特别喜欢看的漫画，姐姐给你听姐姐喜欢听的音乐，我们再也不吵架了。俊俊啊，以后姐姐会时常来看你的，但你不许偷懒啊！你也要时常到姐姐的梦里，好不好？大狗。咱们去看看西然吧。好了，俊俊，姐姐要跟爸爸妈妈走了，以后再来看你。走啦，俊俊。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20多年了。我妹妹多好啊，生命永远停留在最年轻、最美的时候。墩墩，我们先在下面等你啊。慢点啊。慢点啊。走了。你注意脚底下啊。嗨，赵欣安女士你好，我是小可乐。没想到我长这么大变这么好看了吧？哎呀，这是咱俩好像第一次正式见面，弄得我有点紧张。给你介绍一下我的近况吧。我现在是一名非常非常优秀的心理咨询师，我帮助了很多人，我还出了本新书呢，好厉害吧？生活上你也不用担心，你姐姐赵希平对我可好了，把我当成自己的女儿。啊，还有那个老贺也回来了，我们仨相处的特别好。给你汇报一个特别好的喜事儿，我谈恋爱了。那个男生叫钱开义，我高中的时候就喜欢他。他憨憨傻傻的，
一笑起来满脸褶子，可我就是喜欢他，他对我也可好了。你都挺好的吧？哎，咱俩这辈子啊，缘分浅，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不知道怎么开口。但还好你给我留下了好多你的故事，真是够精彩的。你知道吗？有很多人陪着我一起找你的故事，他们给你送了很多很多的祝福，你都收到了吗？是不是可开心了？这辈子咱俩是见不到了，下辈子咱俩还是会遇到的，对不对？那个时候，你不要再松开我的手了，好不好？妈妈去给你买可乐，你就在这等着我，妈妈马上就回来。笑。妈，我好想你啊！妈，等等我。妈，爸，走吧。各位书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很高兴可以受到贺东老师的邀请来主持他的新书发布会。贺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有娜。其实今天可以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交流，也是因为曾经受到过贺老师的帮助。在我曾经无助和迷茫的时候，是他带着我一起走出了阴霾。所以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好奇了一下，会不会出现我的故事？我想借着刚才尤娜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写的这本书里面所有的故事，我都没有搬照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案例。所以，请我的来访者，你们放心，你们曾经跟我说的话会存在，也永远尘封在过去的时光里。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对你们的承诺。其实我觉得小说是很虚构的艺术，我只是把我对人性的一些了解去构建，还有开掘了这本书而已。相信这本书也会跟贺老师的平时的风格一样，严谨而不是温柔。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请贺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写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因为我有缘结识了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女性，她对生活的态度，还有对生活那种热爱，非常的鼓励我，也是我非常羡慕的。我起初做心理师的时候，我是在想，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去探索属于他们那条路，带领他们找到属于他们那条路。结果我发现，我好像也是那个举着火把迷路的人。直到我陪着他们进入一个又一个记忆的洞穴当中，陪到他们找到出口，我才对我的人生有了新的一些体悟。那可以讲一下是什么样的体悟吗？我怕我说的不好，但是我可以把我写的书里的话告诉大家。我尊重每一个生命，不光是自己，还有其他人。
我觉得人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生物，我们理应会让它变得更加的美好。我每当看到人性的幽暗之处的时候，我就坚信它一定会有出口，在关系的寒冷当中寻找它的和煦，在残酷中争取它的柔和。我觉得灵魂其实离我们都非常非常的近。那我也相信看过我书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能感受到我对生命的尊重，还有那份敬意。我也希望我的书，我的文字可以带给那些曾经和我一样处身在黑暗之中的你们，带给你们一丝奇迹，带给你们一些力量。谢谢。哎，我问一下，这作者谁呀？很有名吗？是我们贺老师啊，是著名的心理咨询师。我女朋友。哦，哎，我看那主持人好像也挺优秀的呀。我学生。是，哎，那这样，那正好给我拿一本。先生，麻烦去这边交一下钱，然后我们这边是凭票支付的。哦，谢谢律师，谢谢。您好，我是时间访谈栏目组的记者，我想采访一下您，作为海丰国际电台的台长，您对这次赫顿女士跨界做主持有什么想法？来，亲手给你，恭喜！撒狗粮啊你！太棒了！哎呀，那我得好好给你们两个签啊！要图签哦！哎呀，签个什么呢？早生贵子！哎呀，烦死了！你要好好对我们家丽丽啊，不然我会打你的，知道吗？赫顿是一位很好的心理咨询师，拜拜。也是一位优秀的电台主持人。我想今后心扉夜话会长长久久做下去。谢谢台长。喂，你好，这里是幸福谈话工作室。请问是小贺老师吗？对，我是。我想跟您咨询一下，父子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约在工作室，我们面对面比较好。喂，你好，请问您姓什么？怎么称呼呢？我姓叶。叶先生，那您大概想预约在什么时候呢？就现在吧。喂，赫顿，怎么样？看完了吗？儿子，怎么是你啊？我听说小贺老师在心理咨询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尤其是擅长解决家庭矛盾。你想怎么样？我就是想跟小贺老师咨询一下，一旦父子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啊？赫顿在哪儿？你不用这么紧张吧？我问你，赫顿在哪儿？我给你发定位。喂，钱个一，赫顿好像遇到危险了。你说什么？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的？啊？你说呀！刚才赫顿来电，我以为是他打的电话，结果接起来是我爸。你确定是他的电话吗？我一直没有联系上他。我再给他打一个。我确定是他，你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兵分两路，你先去工作室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我现在去找我爸。赫顿，赫顿，赫顿！
有着我们的青春和回忆。今天非常开心呢，可以回到母校来做这一期电台的节目，也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们的邀请。虽然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大家可以继续到新飞夜话关注我们。那马上呢，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封信，这是来自高3一班的佳佳同学。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亲爱的学姐学长，你们好，我是高3一班的佳佳。学姐学长，我想知道你们高中时代也会有遗憾吗？我很怕自己留下遗憾。”佳佳同学，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高中时代都会有遗憾。我的遗憾是，我觉得我没有更加努力的去学习，没有当上班干部，也没有参加歌手大赛，没有跟自己的好朋友说一声抱歉，也没有……但我觉得我们的每一步都虽然有遗憾，但正是因为这些遗憾，才撑起我们的整个人生。所以佳佳同学，你要加油啊！在这里想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呢，给高3一班的佳佳，还有其他的同学们。我觉得啊，这过去的遗憾呢，并不可怕，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珍惜当下，好好享受当下的每一刻。那一首《未来的奇》命名的歌呢，送给大家。听风的旋律缓慢吹落树叶的声音，看阳光清晰匆匆经过你的身影。这些你还留着呢？听众的来信都不舍得扔啊。再说了，他们也算是小听众啊。谢谢你啊。谢什么？那首歌。那首歌本来不就是你要送给我的吗？还挺不客气的。我跟我自己的女朋友客气，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那么多学生呢，别闹。那个找妈妈的地震幸存者小葛，你们后来聊得怎么样了？小葛找到他想要的答案了吗？小葛终于知道自己妈妈离开的真相了。他妈妈当年用一块虚拟的表隔着一堵墙，不停地报时，最后拯救了3条生命，而且是一间接着一间的喊话。这真正帮到的人呢，甚至更多。这对小葛来说也是件好事儿，可以帮他走出阴霾。怎么了？别难过，笑一个。刚才还安慰孩子们呢。再说了，这没有遗憾的人生怎么能叫人生呢？就像我对你一样，不是也有挺多遗憾的吗？你对我还有遗憾呢？我就是好奇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哇，好帅啊！哎，过分了吧你？我年轻的时候可比他们厉害多了。哦，是吗？不信。喂！听风的旋律缓慢吹落树叶的声音。看，你能离我远点吗？求你了！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了？能不能不要再刺探我的生活了？不要再替我做主了，可以吗？如果你有一天呢，需要一个特别的听众，你就回个头，我一定在。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那忧伤却美丽的雨季，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那些点滴，那些回忆。
对于那些犯过错的人，想要改正自己，想对那些曾经伤害过的人说一声道歉，那像这样的道歉你怎么看待？我想总要给善良留一个出口吧。只要你需要，我会一直都在。那些回忆都有你。有没有稍微成熟稳重一些？我还是比较喜欢你穿花衬衫的样子。结局真的是那样的话，我不会离开你的。树叶的声音，看阳光清晰，匆匆经过你的身影，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那忧伤却美丽的雨季，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高中时候的赫顿没有遗憾了。那些回忆，那支跟你借没还的笔，那些不懂装懂的问题，那次不经意看到的叹气，那些点滴，那些回忆。关于你。